今年1月初，台湾北海岸的海底电缆疑似被中国的轮船刻意破坏，有人很生气，但也有人觉得超还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有很严重吗？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海底电缆损坏事件吧。Hello， 大家好，我是志奇。今年年初，基隆外海有一条连接台湾与国际通讯的海底电缆突然断掉了。经过调查，海巡署认为嫌犯是一艘中国货轮，它的行迹可疑，在海缆断裂点附近拖着船锚来回航行好一阵子。那事件曝光之后，正反意见讨论激烈。有些人觉得这是中国又一次有预谋的侵略行为，因为他们长期以来呢对于台湾都很不友善。而且这几年中国船舰在全世界都有很多前科累累的相关记录，所以有人指控这是中国的灰色地带作战。过去呢，也有人以水面下的台海危机来形容这类的事件。有专家也提醒，海底电缆被破坏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可能超乎一般人的想象。不过另外一方面呢，也有人觉得这次事件只是常见的海上意外而已。批评者在调查结果出炉之前就言之凿凿，根本是故意的挑起对立，想要制造恐慌。那今天的影片呢，我们就要来讨论看看这一次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谁说的比较合理？刚刚说到的灰色地带作战又到底是什么呢？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家里有一些贵重的物品，但不知道怎么样收纳才够安全吗？那你可以考虑看看八一金库的 LY5F 皮革床头柜系列保险箱哦。它跟大家印象当中冷冰冰的保险箱不同哦。LY5F 的外观拥有全包覆高级皮革，外观典雅，放在家里不突兀，轻松的融入装潢。再加上绒布的内装设计，上层精致饰品盘可以放各类的精品饰品，下层大收纳空间，想要放什么都可以哦。而且保险箱上下层都可以上锁，想要分层开启，再用指纹或是密码开锁就好，超级方便的。买保险箱到发一金库就对了，送礼自用都适合。门市呢还有不定时的优惠活动，现在就点击资讯的链接，先到官网看看款式吧。目前台湾总共有14条的国际海底电缆，而这一次被破坏的海缆是属于横太平洋快速海缆系统。这条海缆连着台湾跟美国西岸，是由台湾的中华电信以及美国 AT&T 等公司所共同拥有。那这个海底电缆到底有什么功用呢？我们平常上网可以连通到全世界的网站，尤其现在手机网络很方便，感觉这一切都是无线传输。但事实上呢，不管你是用手机或是电脑，只要讯号到了基地台，其他的资讯都还是要靠光纤线路来传接。尤其如果是涉及到海外通讯的联网，那有超过 99% 呢都要靠海底电缆来传输。所以如果台湾对外的海底电缆被破坏，在台湾的用户可能就会无法存取一些像是 Google YouTube、Facebook 等等机房设在海外的网站，就连 LINE 之类的通讯软体也可能没有办法使用。像之前2023年马祖的海缆呢被勾断，居民要传一个 LINE 的文字讯息呢，都要等10几分钟才能够送出哦，几乎等于是被断网。另外，除了娱乐或者通讯之外呢，海缆出问题也可能导致国际金融交易被中断，让股市汇市被重创。也就是说呢，如果我们少了海底电缆，最严重的状况就是台湾很有可能会直接变成孤岛，而且破坏者呢也可能派遣水下机器人，透过这个海底缆线来监听窃取我们光纤当中的资讯。那因为海底电缆真的超重要，有人就质疑这次断裂可能不是意外，而是中国对台战略的一环。根据报道，这次事发的时间呢是1月3日的早上7点多。当时有人发现我们在野柳东北方海域的海缆突然中断了。同一时间呢，又正好有一艘叫做顺兴39号的中国货轮在损坏点附近徘徊。而且它在行进附近浅海的海缆时呢，还沿着垂直的方向反复的航行，在某些区域更是来回了2到3次。那一般来说，如果船只是因为遇到故障或者是其他特殊状况，导致它需要停泊下锚，理论上呢不太会再发动引擎来航行。但是这艘船呢，在把船锚放下之后，不止发动了引擎，还在海缆的位置来回的脱锚，所以有人认为呢，它看起来就像是要故意的搞破坏。而根据海巡署的调查，其实早在去年的12月，这艘船呢就已经在海缆最密集的区域多次的徘徊，然后它航行的时候还会使用不同的 AIS， 也就是船舶回报系统，让外界的安全监控人员呢无法轻易的辨识它的实际行踪。另外，也有人发现这艘船的负责人跟船员都是中国籍，但船上却挂着喀麦隆的国旗。这种种的迹象加在一起呢，就让一些人怀疑这整件事情根本是中国势力在背后预谋犯罪。
大部分质疑是中国在背后搞鬼的论点呢，主要都是觉得中国船舰在全球根本就前科累累，有过太多类似的不良记录。比如在去年的10月和11月，欧洲波罗的海海域也有4条海底电缆被破坏，而这些海缆的损坏点呢，恰好都有中国船只在附近下锚拖行。有国外媒体指出，最近几年中国工程师研发出一种可以用脱翼法切割海底电缆的技术，而且他们还特别申请专利。有专家就很纳闷的说，这种专利在商业上面并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他担心这个技术可能被中国用来搞破坏。那我们把话题拉回到台湾哦，记者认为中国对于台湾的态度更是不用说，他们一直都很有侵吞的野心。像很久之前，我们也有讨论过，中国的抽沙船常常在金门、马祖等离岛海域越界抽沙，不止破坏生态以及海岸的设施，也让海底的电缆裸露出来。根据统计光是马祖群岛周围的这个电缆呢，这几年内就至少被切断过27次。而最近的一次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2023年的2月，当时连接马祖的2条海底电缆呢，在6天内接连的被中国的渔船还有货轮给切断，导致马祖断网长达了50天。那这一次事件呢，更是直接发生在距离台湾本岛更近的基隆外海，所以有不少人就担心，这可能是中国灰色地带作战的一环。所谓的灰色地带作战呢，指的是在不正式宣战的情况之下，透过低强度的军事手段或是各种民生骚扰措施来对敌方的国家呢施压。比如战机扰台网络骇客攻击、发动资讯战或认知战等等，都属于灰色地带作战的一种。这种作战方式呢，灵活多变，可以大量的消耗对方的资源还有精力，但它付出的成本可能就相对的低廉。以海底电缆为例我们刚刚有说到，如果海底电缆被破坏，除了会直接的影响大家的日常生活、经济活动，也可能因为资讯被泄露而造成国安危机。那如果要修理的话，海缆船呢，只要出港1天就要花80万。最近台湾每年呢，更是平均都要花5-6千万来修复坏掉的海缆。而中时的报道呢，也指出国安单位的情报显示，为了用最低的成本破坏敌对国家的海缆，中国呢还会特别去收购船龄老旧、价格便宜的权益货轮，并登记在其他国家的国籍，组成影子舰队，让人不堪其扰。不过刚刚我们说到这些毕竟都还只是单方面的猜测，所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看看货轮的负责人以及中国官方怎么回应。货轮的船东在受访的时候坦诚，这条船呢的确有在受损的海缆的周遭下锚航行。至于为什么他要下锚之后又为什么要来回的逗留，他并没有特别的说明，只有强调说现在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台湾电缆受损跟他的货轮有关。至于中国国台办呢，更强力的反驳说，每年全世界都会发生上百起的海缆损坏的意外，这是很常见的海上事故。国台办指控民进党当局呢，在没有厘清事实的情况之下，就凭空臆想，根本是刻意的炒作抗中的议题。那中国国民党的立委陈玉珍也表示呢，在调查结果出炉之前，大家不应该胡乱的指控，制造恐慌。不过，针对国台办的说法，民进党立委沈伯洋反驳，如果真的是意外事件，被怀疑的国家为了自清呢，通常都会主动提出说要协助调查，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而且呢，还大动作的抨击受害者，这更像是心里有鬼。那撇除双方的争辩，在事发的当下，中华电信第一时间就跟海巡署报案，然后海巡署呢也马上的派遣舰艇出发拦查顺兴39号。不过海巡署表示呢，当天的天候跟海象状况很差，他们没有办法登船检查，而且也因为不是现行犯，所以不敢直接扣船，于是顺兴39号就这样自由的离开了。而且他一走呢，就关掉了 AIS 讯号，让我们无法追踪。那海巡署这样的说法呢，也让很多人觉得非常的生气。由于第一时间海巡署没有扣船、没有掌控或者是留下关键证据，而且后续呢也不能够确定船只航行的动向，所以客观来说呢，目前这个案子的侦办算是陷入了瓶颈。对此呢，民进党的立委林楚英就批评这一次呢之所以会错过扣船的先机，就是因为跨部会横向联系不足，效率太差了。那海巡署的副署长在被质询的时候也强调，未来遇到这样子的案件会直接报请检察官处理，确保呢可以依法扣船。同时也会跟航港局协调，安排涉案的船舶靠港，必要的时候呢，还会请军舰支援，确保有足够的力量执法。另外，负责掌管海洋事务的海洋委员会也声明，他们会找交通部等等的相关单位一起协商修改船舶法，处罚没有正确开启 AIS 的船只，让海巡署之后可以执法有据。那从一般民众的角度来说，大家最关心的除了国安以外，就是自己的日常生活会不会受到影响。那针对这个部分呢，中华电信表示事发当下呢，他们就启动了紧急备援机制，把通信业务呢转接到了其他海缆，所以对于用户的影响不大。而至于修复的执行呢，还要跟厂商接洽。
那进入观点以前呢，我们先特别的感谢这一期的所有会员哦，因为有了大家支持跟赞助，我们才能够持续的运作这个频道，制作了像是中国秋沙船啊、中国南海争议等等相关影片，真的是非常的谢谢大家。那如果你愿意支持我们走得更远，欢迎点击频道主页的加入按钮成为我们的会员，或者也可以用超级感谢小额支持我们。好的，那话说回来，以这一次海底电缆断裂的事件来说，我们觉得不管是不是中国的阴谋，对台湾都是一个很大的警惕。第一个方面是在现在这个时代呢，通讯网络已经是基本人权之一，如果没有网络，一般民众的生活跟经济将会大受打击。而当我们的日常运作出问题，国家秩序跟安全也肯定会受到严重的威胁。而第二个方面是，虽然就结果来看，这次还没有造成严重的问题，但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缺乏进一步的证据能够证实顺心39号一定就是凶手，还看着他就这样子扬长而去。那这也导致后续的讨论很容易成为不同意识形态对抗。那根据我们之前做的中国抽沙船自己的研究经验我们知道这种海上的犯罪行为，不管是事前的预防或是事后的处置，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棘手。所以就算这一次真的完全不是中国策划的灰色地带作战行动，我们也担心，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及时修正机制上面的漏洞，那这一次的事件就等于是可以让中国看到我们防御上面的弱点。而且根据我们的研究，类似事件呢最近真的越来越常发生，而且呢发生的位置已经不只是在离岛地区，但一般民众呢可能连海底电缆是什么都不一定知道。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这支影片，让更多人认识海缆对于民生以及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并要求政府还有民意代表们一起支持，想办法建立相对有效的防御机制，保护大家的生活跟经济活动都可以不要因此受到破坏。好的，那最后呢，我们也想来问大家，你觉得我们该怎么样防范类似的事件呢？我觉得很明显就是中国搞的，所以应该要把事情闹大，让国际施压，他们不敢这样做。逼在电缆附近的海域设立隔绝或者警示设施，在物理或者科技上面预防破坏者靠近。所以我觉得意外一定会发生，应该要改用卫星通信，不要呢再只是依靠这个海缆来通讯。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最后，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海底电缆损坏事件。此外呢，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中国抽沙船以及中国南海争议。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明晚再见喽。